一颗子弹穿进了美国总统胸膛。中弹后的他还硬生生坚持演讲了90分钟。那一刻，西奥多·罗斯福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美国总统，他是资本家的严父，政客眼中的霸权者。他用拳头和法律，在那个野蛮生长的时代，硬生生砸出了一个现代国家的雏形。他不跟你讲什么友情，只要他认准的方向，谁挡路就碾碎谁。1858年，这个魔头出生了。他是纽约一个显赫的荷兰裔家庭，虽贵为富家子，但他拿到的却是一副极其残缺的躯体。幼年的西奥多患有严重的哮喘，在那个医疗简陋的年代，哮喘意味着漫长的窒息。他经常在深夜憋得面色青紫，仿佛一个破风箱，每一次呼吸都是在向死神祈告。他的父亲告诉他，西奥多，你有头脑，但如果没有身体，头脑跑不远，你必须制造你的身体。于是他开启了长达10年的自虐式健身。他在父亲搭建的家庭健身房里疯狂撸铁，无论酷暑还是寒冬，他每天雷打不动地进行数小时的器械训练。他强迫自己去登山、远足、划船，后来他更是痴迷于拳击和摔跤。1876年，当18岁的西奥多踏入哈佛时，他在那些西装革履、谈吐儒雅的常春藤阔少眼中简直是个疯子。他的宿舍里堆满了各种飞禽走兽的标本，他当时的梦想是成为像达尔文那样的人。他的父亲告诉他，如果你出生在权势家庭，你唯一的合法性就是比普通人更刻苦、更敢于做事。当然那年他父亲突然去世，这对西奥多是毁灭性的。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几乎无法思考，过去父亲是他的人生导师，如今的他似乎失去了方向。但悲伤没有让西奥多沉沦，反而激发了他性格中那种近乎病态的报复性自律。回到哈佛后，他不再参加社交，而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以每天阅读数本书的速度疯狂汲取知识，从自然科学到中世纪历史，从经济理论到古代海战。1880年，罗斯福从哈佛毕业，娶了爱丽丝·李，可以说一出社会就是人生赢家的姿态。婚后的他进入了哥伦比亚法学院，但他很快发现，那些堆积如山的沉浮法律条文根本锁不住他躁动的灵魂，于是果断退学。到了1881年，他写下了1812年海战。罗斯福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洞见：武器决定胜负的下限，而人的素质决定胜负的上限。这也是他后来大棒政策的胚胎。他复盘了英国海军如何通过封锁海岸线让美国经济停摆，因此他说出了那句温言在口，大棒在手。他的逻辑是，没有足够的武力在手，任何的文明都是笑话。写下这本书的同一年里，他还当选了州议员。1881年的纽约政坛被爱尔兰裔的塔姆尼协会把持，这群人在当地可以说是臭名昭著。这是一个隶属于民主党的捞钱机器。在长达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纽约市长是谁，警察局长是谁，甚至街头的清洁工是谁，都得由塔姆尼的老板说了算。塔姆尼通过控制城市建设合同疯狂中饱私囊。在修建纽约县法院时，原本预算25万美元，最后硬生生被塔姆尼暴涨到了1300万美元。比如一名油漆工2天的工资在账本上竟然被写成了13万美元，多出来的钱全部流向了塔姆尼大佬们的口袋。在罗斯福参选议员时就曾经放出话来，如果这就是统治我们的阶级，那么我就是要加入这个统治阶级。当上州议员后的罗斯福不到半年时间就胆敢公开弹劾州最高法院法官维斯特布鲁克。这位法官是当时铁路大亨杰古尔德的马前卒，背后牵扯着共和党和民主党共同的金主。所有的老牌政客都劝他收手，甚至威胁要终结他的政治生命。但罗斯福的反应是，每天早上第一个冲进议会大厅，拿着调查报告大声宣读，弹劾他公然利用司法职权为财阀牟利。只要他在场，他就不断地提出动议，要求发言。当时的政客还试图把他拉到密室里，承诺只要他闭嘴就送他更高的职位。罗斯福直接在第2天的全会上把这段招安经历当众讲了出来。罗斯福深知议会内部已经被买通，于是他绕开同僚，高频度地接受纽约各大报纸的采访。他把复杂的司法案件翻译成老百姓听得懂的坏人偷钱的故事。选民们开始往议会写信，要求彻查。这种民意倒逼政坛的打法在当时极具开创性。法官古尔德为此还雇佣了一批流氓在议会门口堵他。这个哈佛拳击队的猛男不仅没带保镖，反而故意从那群流氓中间走过去，甚至挑衅地盯着对方。他那种你打不死我，我就弄死你的眼神，让无数人想弄死他。虽然这次弹劾罗斯福并没有成功，但这个法官的名声是彻底臭掉了。1882年，作为纽约州最年轻的议员，罗斯福被任命为一个3人委员会的成员，去调查当时纽约贫民窟公寓里的雪茄生产情况。其他委员只是想走个过场，在办公室看几份伪造的报表，但罗斯福不干，他坚持要亲眼看看。他推开了第72街那些阴暗公寓的大门，给他带来了一个新世界。在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挤着10几人，他们一边在发霉的木板上卷着雪茄，一边在水槽里洗衣服。许多的工人因为长期在恶劣的环境下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在此之前，罗斯福一直相信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但在走出贫民窟的那一刻，他的世界观崩塌了。他意识到那些大财阀嘴里的自由竞争本质上是建立在对移民劳工血肉的疯狂榨取之上。他感到了作为老千阶级的耻辱。他回到议会，拿出了那份沾着贫民窟灰尘的调查报告，发起了一场立法突击。他起草了雪茄作坊法案，要求彻底禁止在住宅公寓内设立工厂。当时的主流法官和财阀联手反击，称这侵犯了公民自由使用私有财产的权利。罗斯福在议会大厅咆哮，如果一个阶级的繁荣是靠另一个阶级的死亡来换取的，那么这种财产权就是对文明的公开挑衅。
后来他成功推动法案通过，但不久后保守派法官以违宪为由撤销了法案。但这让稚嫩的罗斯福看清了，如果不把法律和权力这根大棒掌握在手里，什么都干不成。当时的政府预算法案就像一张分赃地图，每个议员都在往里塞私人利益，比如给自家的狗盖个金窝，美其名曰城市公共建设。发现纽约警局要买3000个纯银哨子，他还发现一些部门采购的一把普通剪刀，报账价格竟然高达几百美元。装修一个办公室的经费，报账单上的工资足够雇佣整个纽约的所有木匠干1年。刚开始他无能为力，只能天天在州议会里发疯。后来他发现了一个东西很好用，就是媒体。于是他经常性给各大报社爆料。后来他当上总统后也用上了这招，他将那些揭露真相的记者称为扒粪者。到了1889年，罗斯福30岁，被任命为联邦公务员委员会委员，就是联邦的人事部。由委员会决定哪些岗位不能直接任命，必须通过公开考试。他们负责出题、监考、阅卷，同时也有调查举报权。但在罗斯福之前，这只是个摆设。1883年，美国通过了彭德尔顿法案。这个法案虽然规定了公务员要考试，但它只覆盖了极少数职位，大部分核心岗位依然是政客的私产。罗斯福每天盯着总统和各部长连哄带吓，硬生生把需要考试录取的岗位从 1.4万个扩张到了4万个。他每天拿一堆证据出来怼到总统或者国会面前，告诉他们，如果你不把这些职位划进考试区，那我就只能把这些部门丑闻捅给报纸。只要谁提出反对，他就怼着谁的部门天天查，隔3差5的查。他还带着助理全国跑，去那些腐烂程度最严重的海关、邮局。有一次他去到印第安纳州，地方权贵把他当成私人领地，罗斯福带着调查员闯进去，宣布要进行突击考试。当时一群地痞流氓和被砸了饭碗的关系户把调查组团团围住，气氛紧绷到一点火星就能爆炸。总之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每天不是在干架，就是在干架的路上。到了1895年，他36岁，当上了纽约市警察局局长。这个时期的纽约警局就是一个合法黑帮，升职是明码标价的。当个警长要交 1.5万美元。警察的主要工作不是抓贼，而是向妓院、酒馆和地摊收保护费。他刚上任没多久，就在午夜搞偷袭，亲手抓捕那些在执勤时间钻进酒馆喝得烂醉，或者在路灯下打盹的警察。抓到一个开除一个，之后整个纽约警界陷入了极度恐慌。除了抓人，他还要给这些警察训练，要求警察必须进行体能测试和实弹射击训练。他引入了电话呼叫箱，组建了著名的自行车中队，骑着单车抓小偷。到了1898年，罗斯福当上了纽约州州长。当时许多大型公司利用公共资源赚钱，却几乎不交税。罗斯福不仅要他们交税，还要把这些钱用来改善工人环境，还直接切断了共和党大佬们与财阀之间的金钱纽带。他甚至拒绝在重要职位上任用共和党大佬推荐的关系户。到了1900年，共和党大佬意识到，只要这货还在纽约一天，自己捞钱就十分难受。但是由于罗斯福在当时人气太旺，共和党需要这么一个人，于是他决定将这货升为副总统。这个听起来很离谱，实际上当时的副总统除了名头好听，没什么实权，甚至连发言权都没有。在当副总统期间，罗斯福曾写信给朋友说，我每天都闲得难受，这个职位唯一的意义就是让我有时间去把那些还没读完的史书读完。然而仅仅当了半年。1901年9月14日凌晨2点15分，麦金莱总统去世，是被一个叫乔尔·戈什的小伙开枪射杀。他曾经是一名勤劳的工厂小伙，但1893年美国爆发了惨烈的经济危机，他所在的工厂倒闭，他不仅丢了饭碗，还因为参加工人运动被各大工厂列入黑名单。由于长期失业，小伙决定找点事情干一干，而麦金莱总统的死也让罗斯福得到了上位的机会。9月14日下午，43岁的西奥多·罗斯福正式成为美国总统。他从州议员到当上总统，一共经历了19年。他见到了美国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他亲眼看到铁路大亨可以像买白菜一样买下最高法院的法官，工厂主为了盈利可以完全无视工人的生命，各个地方部门被地方豪强变成了私人提款机，各地的警局不是保护民众，而是比黑帮还流氓。这19年，他从一个相信自由市场的富家子弟变成了一个满腹怒火的改革者。这个时代的美国，人人都不顾一切的贪婪，他们把巧取豪夺视为男子汉气概，而把遵守法律、讲究道德的人被讥笑为圣母或被生活淘汰的弱者。破坏规则被视为一种强者的特权，能抢到钱是本事，能买通法官是魄力，能把竞争对手逼死是商业雄才。接下来，西奥多·罗斯福会在8年时间里用他的铁拳告诉所有人，真正的男子汉不是敢于践踏法律的人，而是敢于在混乱中捍卫法律的人。